前世家里为了帮我还情赌债，怀孕3个月的媳妇在过度的劳动中下体大出血走了，老娘一下子没了儿媳妇儿跟孙子，从此一蹶不振。2个月后就因为劳累过度而猝死，没了精神气的老爹也累死了，妹妹夏落雪则直接被送到山里去，生死未卜。而我听信大伯堂哥他们的话，辛苦大半辈子买的一套房送给侄子当养老回报，没想到刚过户，后脚就被赶出家门睡桥洞子，带着醉意、后悔和恨意从桥上一跳下，结束了生命。再次睁眼回到了几10年前，只不过我还没确定，不敢乱动。随着一阵哭声突然在耳边响起，孩子他爹60多块钱的赌债，这可怎么办？一个中年女人充满悲戚的声音再次传到陈伟南耳朵。大哥他们又要分家，没有娘跟大哥帮忙，我们就算把自己卖了，也不值60多块钱。结婚1天就欠下这么多赌债，难不成真像儿子说的那样，拿儿媳妇去抵债？闭嘴！儿子是畜生，不把自己媳妇当回事儿，我们不能当畜生。洛涵多好的儿媳妇，我就算拼了命挣公分，也不能让儿媳妇被那帮混蛋给糟蹋了，都是你惯的。好好的一个儿子被你惯成畜生，连自己媳妇都敢拿去赌博。我去求大哥跟娘，让他们帮忙把这笔债还上，今后做牛做马也要帮儿子把这笔债还上。听完这句话，陈伟南懵了，因为那是自己人生一个很重要转折点，直接改变了自己后半辈子。没记错的话，几分钟后，中年人口里的大哥，也就是自己的大伯会过来敲门，谈分家的事儿。自己老爹苦苦哀求，答应了大伯好多事情，才同意不分家，并且帮自己还了60多块钱的赌债，这才导致后面家庭破碎的根本原因。夏洛涵是村子里最漂亮的知青，好多人都想娶她当媳妇儿，凭硬实力的话，永远也轮不到自己一个二流。就因为夏洛涵的父母发生意外，留下了一个7岁的妹妹夏洛雪，她拼命的工作，只能免保证自己不饿肚子，没有亲戚依靠，只能靠嫁人让2姐妹活下去。之前想要娶夏洛涵的村民，也因为她妹妹出现，纷纷表示拒绝。陈伟南作为村子里的二流子，名声在外，在当地很难娶到媳妇。老爹陈建军一咬牙，决定让陈伟南娶下洛涵进门，同时负责养大夏洛雪，这才有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没分家前，大伯面对夏洛涵跟夏洛雪姐妹俩，从来没说过好话，张嘴就是赔钱货。加上村子里也传出自己是傻子，娶媳妇还带着拖油瓶的流言，连带着陈伟南看下洛涵姐妹俩也越来越不爽，甚至还出手打过几个夏洛涵。昨天晚上跟几个狐朋狗友一起出去潇洒，喝酒赌钱输了60块拿媳妇陪睡抵债。媳妇儿，你不是已经死了吗？然后用力给了自己一巴掌，确认夏洛涵真的坐在自己身边后，激动的差一点从床上跳起来。我重生了。伟南，求求你放过我，我是你媳妇，千万不要把我送出去，今后我一定多挣公分，马上就要抢收了，我去挑稻谷，一定帮你把赌债还上，求求你了。砰一声跪在地上，左右开弓，又往自己脸上连续扇了好几巴掌，这才满脸后悔道：我猪油蒙了心，昨晚又喝醉了酒，才说出那样的糊涂话。你是我陈伟南明媒正娶的媳妇，就算我死也不会把你送给别人。你要是还不解气，再往我脸上扇几巴掌，我保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发誓今后再也不做对不起你的事儿，今后一定对你好，否则就天打5雷轰。下意识就想要接话，张嘴的最后一句，理智告诉他不能轻易相信陈伟南的话。老二，赶紧，今天咱们这个家必须分，有伟南这个败家子在，我们陈家早晚会被他败光。我一天都不想在院子里看到他了，赶紧出来讨论分家的事儿。我把公社王书记跟陈队长都叫来了，让他们主持分家。别躲着了，我知道你们在家里，今天这个家不想分也要分，不仅是我跟你大嫂的意思，你大侄子还有娘都同意分家，越快越好。听着屋外大伯的推脱，夏洛涵脸上再次露出刚才的绝望表情。家里帮我还债，怀孕的媳妇大出血走了，爹娘累死了，买的房子被侄子赶出去睡桥底，结束了生命，重回到大伯带人来分家的这一刻。出门就看到老爹陈建军一脸讨好表情站在大伯旁边，公社王书记跟大队陈队长坐在不远处。上一世就是因为今天的分家，让老爹和娘还有媳妇觉得自己在这个大家庭里低人一等。陈伟南也不废话，直奔奶奶存粮的卧室。伟南，你在干什么？赶紧放下老二家的，还不进来管管你家二流子？他想把家里的粮食搬走，咱们又没有分家。我爹娘在家里挣的工分最多，我是他们唯一的儿子，家里粮食肯定有我一份。你拿粮食怎么了？谁顶我？别怪我刀子不长眼睛。大伯家的堂哥看到陈伟南亮出了刀子后，果断退缩。老二，看看你家小畜生，不仅不往家里挣粮食，反倒往外送粮食，我陈家的脸都快被丢尽了，还不过去拦住你家二流子，看把娘给气的。陈伟南毕竟是他亲儿子，被自己亲大伯当着面叫出去，心里还是特别不舒服。毕竟陈伟南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但一想到陈伟南欠下的60多块赌债，陈建军心里的火气一下子就消了。
只能长叹一口气，朝自己不争气的儿子走过去。老爹，今天的事儿你别管，你跟娘给家里挣的工分最多，天天吃包谷面饼子。大伯他们家挣的工分还没有你们多，凭啥偷偷在家里吃白米饭，喝白米粥？今天这粮食我拿定了，谁也拦不住我，这都是我应得的。大队陈队长是个暴脾气，本来就看不起陈伟南这个很少上工的二流子，下意识就要站起来收拾陈伟南一顿，但被公社王书记给拦了下来。老陈，你冷静点儿，给我坐下。没听说过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话吗？说句心里话，陈建国一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陈建军两口子做事儿勤恳，每天都挣满工分，天天偷奸耍滑，让陈伟南这种混小子收拾收拾也挺好的。我总觉得陈伟南这小子没我们看到那么简单。咱们今天是来主持分家的，别的事儿都别管。这里面靠公社过年分钱，奶奶作为一家之主，手里最少存了200块钱，这笔钱里面有一半是自己爹娘挣回来的，完全可以帮自己还掉赌债。奶奶不仅偏心家里的老大，更加偏心家里的长孙，以及后世将自己赶出家门的大侄子。夏洛涵看着院子里的陈伟南，满脸都是失望。回想刚刚陈伟南的话，以为他真的改过自新。看到眼前剑拔弩张的画面，他意识到自己太一厢情愿了。陈伟南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一旦做出决断，10匹马都拉不回来，更别说劝他回头了。陈建军决定让自己儿子再放走一次，反正60多块钱的赌债已经欠了，该丢的脸也都丢了，不差这几十斤粮食。看陈建军闷着头不说话，陈建国傻眼了，他也不想分家，不然就没法继续偷奸耍滑了。但又想起老二家还多了夏洛涵跟夏洛雪2张嘴，马上就道：分家，今天必须分家。老二，你别怪我绝情，有陈伟南这个小偷在，咱家再多的家底儿都会败光。我必须为伟东他们多考虑考虑。大伯，你想怎么分？家里还有200多斤稻谷，200多斤包谷，老娘跟着我，你们占4成，我们占6成，碗筷全部按人头分。房子的话，你们住老宅。这里全归我，今后每个月给娘送15斤大米养老，稻谷的话给20斤。家里的任务猪一直都是老二你媳妇在伺候，也一起分给你。老爹陈建军一张脸瞬间变得惨白，因为家里分到的东西太少，这点粮食肯定撑不到秋收结束，更别说还陈伟南欠下的赌债了。大队王书记跟陈队长也皱起眉，觉得陈建国这个分法太过分。大伯，你好算计，既给奶奶留了粮食，又想让我爹娘每个月给奶奶口粮，一人赚双份口粮，这是把我这个二流子当傻子在耍吗？还是你觉得大队王书记跟陈队长都是傻子，看不出你的小心思？陈建国一张老脸迅速变红，那就没办法，家里2只老母鸡呢。老二，你想都不要想，赶紧把你家的小畜生带走，就按老大刚才说的分家。2只老母鸡可是奶奶的宝贝，就指着他们下蛋给大孙子家的小孩补充营养，说啥都不能分给老2家。奶奶在家里一直都是说一不二，但她特别偏心长孙，连带着对大伯母也特别喜欢。对自己娘则是想骂就骂，还特别看不起自己媳妇儿夏洛涵。没记错的话，上一世自己媳妇发生意外也有她的责任，而且还是大部分责任。家里帮我还债，怀孕的媳妇大出血走了，爹娘累死了，妹妹夏洛雪就直接被送到山家，生死未卜。买的房子被侄子赶出去睡桥底，结束了生命。大伯带人来分家，我直接扛起1袋大米。今天这粮食我拿定了，谁也拦不住我。上一世媳妇儿干不了重活，奶奶就逼着她到处去找猪草。大热天的也不放过，为了多给妹妹省一点口粮，在家里几乎没有吃饱过，严重营养不良，加上中午顶着太阳去找猪草，然后在夏天干活又病了残疾，最后大出血。奶奶硬是说自己媳妇装病，娇气，最后拖成失血过多，还没送到医院就断了气儿。只要你分家不公平，老子今天就不分了。听说公社收购站1只鸡能换2块钱，既然不分家，2只鸡也有我的份，明天我就抓1只鸡换钱还赌债。奶奶被气得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要是不分就算了，别耽误老子去买粮食还赌债。分，今天这个家必须分，粮食1家1半，碗筷按人头分，老母鸡1家1只，任务猪归老二，反正一直都是老二媳妇在养。现在住的院子归老大，老宅归老二，老二家每个月给我20斤稻谷养老。养任务猪不仅不挣钱，还要搭进去不少粮食跟劳动力，粮食只够家人吃饱肚子，完全拿不出多余的粮食来喂猪，光靠吃猪草肯定长不了那么大。老太太把任务猪分给自己，显然是想把任务猪这个包袱丢给老娘，让任务猪拖垮自己所在的小家，减少大伯分家后养任务猪的压力跟风险。老爹跟老娘媳妇显然想到这一点，脸色刷一下变得惨白。上一世什么养猪、养鸡、鸭鹅、养鱼，到后来的大棚蔬菜、种蘑菇相关技术样样精通。陈伟南脑子里藏着好几个可以在短时间内给猪增肥的办法，其中一个办法现在就能做到。我可以代表爹娘认养家里的任务猪，但相关责任必须划清楚。当初领任务猪时，大队补偿了200斤谷子，
还有任务猪，将来拉出来的猪粪换成工分以后怎么分？送到收购站换成钱以后怎么分？这些问题必须搞清楚，写在分家文书上，否则我家肯定不会认养任务猪。大队补偿的谷子都吃完了，猪粪换回来的工分跟收购站换回来的钱全都对半分。要不任务猪还是给大伯家，将来送到收购站，我家只要30%换回来的钱跟工分，剩余大头全部归大伯家。大伯陈建国一听就急了，还是给你们养，我们只要2成工分跟钱票。必须大伯家养，我们只要1成的工分跟钱票。我不要工分跟钱票，任务猪必须归老二家。我们也不要工分跟钱票，另外再补偿大伯家50斤谷子，任务猪必须留在大伯家。大伯慌了，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我们也不要工分跟钱票，另外补偿老二他们100斤谷子，一会儿分家时直接把任务猪给老二他们。陈伟南要的就是这句话。看到陈伟南接下任务猪后，大伯昂着脑袋，抑制不住的高兴。一家粮食本来就不多，现在又多了2张嘴，还要分粮食养任务猪，别到时候天天挖野菜吃，那就太丢我陈家脸面了。面对大伯陈建国的挖苦，老爹陈建军被气得满脸通红，双手握成拳头，恨不得冲到大伯面前把他暴锤一顿。陈伟南的目光也充满愤怒，没想到闹着闹着，儿子竟然把任务猪这个烫手山芋接了过来。任务猪是那么好养的吗？老娘更是被气得哭了起来。公社王书记跟陈队长脸上也露出了失望跟震惊表情。一开始还觉得陈伟南这人不简单，打算以退为进，利用自己的魂在分家中给爹娘多捞点好。陈伟南也是这么做的，不仅把粮食争取到55分，还要了一只下蛋的老母鸡。结果任务猪这件事儿一下子就把他打成原形。爹，你跟我说一下，这几年大队一共给我们家分了多钱？陈建军不是傻子，一看陈建国跟奶奶不断躲闪的目光，就意识到家里真有钱。我们家有4个劳动力，我和你娘基本拿的都是满工分，去年干一天满工分，基本能分到5分钱。家里4个劳动力一共分了48块钱，前几年也差不太多，平均每年都是40多块，还有2年队里分了50多块。大伯，7、8年前的我就不多说了，咱们就按5年时间来算，一年40-50块钱，减掉平时花费，奶奶手里最少存了200块钱，我也不要多，分100块钱出来，我就在分家文书上签字。不可能，前几年队里分的钱早就用光了，家里没钱。家里的油盐针头基本都是用鸡蛋换来的，生病吃的全是自己进山挖的中药，买什么可以每年花掉40-50块钱？30块钱，我最多分给老二家30块钱。今天背40斤谷子去卖咱家剩下的谷子，最少能卖6天，然后再卖老母鸡50块钱。就算分给我家120块钱，你留给大伯跟堂哥的钱也只多不少。娘，你就答应老2家的败家子了，不然咱们家里的东西早晚都会被这个败家子霍霍的一干二净。早点分家，他爱怎么霍霍就怎么霍霍，反正跟我们没啥关系。120块就120块，我给。陈建军看着老大陈建国，同时长松一口气，心里明白自己大哥也知道老娘手里藏着这个钱，心里除了失望还是失望。签好字，按好手印，你们就可以在大队的见证下分粮食、分钱、分碗筷。从今以后，你们就是2家人了。虽然分到了120块，但是老宅修建得花不少钱，加上还有我的60块国债，该怎么派上挣钱的法子呢？投机倒把可不行，我不想刚从政回来就去蹲大牢。有了，就这么办。家里帮我还债，怀孕的媳妇大出血死了，爹娘累死了，妹妹夏洛许就直接买的房子被侄子赶出去睡桥底，结束了生命。刚和大伯分完家，陈伟南前脚刚把120块钱交给媳妇儿，老太太感人的声音就在院子里响起：赶紧滚出这个家，老陈家没有你们这样的不孝子孙。进入老宅，所有人都被院子里的破败吓，其中2间屋子房顶还有好几个大窟窿，根本没法住人。要是不把房顶修好，碰上下雨天气，住在里面肯定会被淋个落汤鸡。孩子他爹，这还能住人吗？住不了也要住，总不可能让闺女跟儿媳妇睡大街吧？老宅位于村子边上，后院出门走10多米就到了河边，里面的渔获资源非常丰富，以后自己还能时不时钓几条鱼上来改善家人伙食，钓1-2条鱼改善伙食，大队还是允许的。晚上6点多，看着桌子上放着的包谷面，姐姐，咱们会不会吃了今天晚上这顿饭，明天就没吃的了吗？肯定不会让你饿着肚子。洛涵，你说的没错，肯定不会让咱可爱的夏洛雪妹妹饿着肚子。爹娘还有媳妇，我保证今后再也不出去鬼混了。这次我算是看透了那些天天跟我称兄道弟的混蛋，竟然连起手来算计老子，一个半天就输了60多块钱，还逮着老子一个人算计。我喜欢玩不假，但并不代表我傻。这帮朋友不要理他，明天老爹跟我一起去还钱，顺便去县城买些东西拉回来修房子。插播一句博主的话：重生了还是废物，他们算计你，你可以耍无赖啊！都重生了还怕他们个卵？回归正传。
第二天，老爹向大队借来的驴车和陈伟南一起出发去县城，在陈家村大队，好多人一辈子连公厕所在的重要。老爹陈建军就是这样一个人。陈伟南过去几年当二流子可不是办法。我先带你去个地方，你给我2块钱。陈建军下意识认为陈伟南又要搞什么幺蛾子，这2块钱真有用，咱们一会儿买东西用得着。走到距离县城供销社不到200米的一条巷子口时，陈伟南让老爹停下。缩头缩脑的几个人都是票贩子，顺带着卖烟、烟酒都是跟人打交道，拉近关系的必备之物。这位兄弟，你想买什么？3包大前门，1包牡丹。年轻的票贩子脸上闪出一抹惊喜与震惊表情。大前门3毛1包，牡丹5毛1包，不要烟票，所以比供销社贵一些。肉票多少钱一张？3毛1张，都是1斤的肉票。剩下的钱再给我来2张肉票。这位兄弟，今后需要什么票，尽管来巷子里找我，直接叫王小五就行。哎，你先别生气。这些烟一会儿有大用处，不是我抽的。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去废品收购站。我们不是来买东西的吗？去废品收购站干什么？老爹，你可不要小看了废品收购站，里面不仅有破烂，还有不少好东西。真要是找到那么1-2样，那可就更大了。我们来自下面公社，家里太穷了，租不起新家具，想来收购站看看有没有别人不要的废旧家具，拉回去修一修，说不定还能用。这可关系到我能不能娶上媳妇，请大爷一定要帮帮忙。小伙子，你来的还真是时好，看中的东西都可以来拿，到时候我帮你称重、结账、开票，保证不让你小子吃亏。收购站院墙角落竟然堆了不少废旧油毡纸。油毡纸是用煤焦油做的一种防水材料，60、70年代城里面很多临时建筑的房顶都是用油毡纸进行防水。挑完油毡纸，陈伟南又挑了不少旧书，基本都是小学、中学、高中用的。妹妹小姨子将来肯定用到。修房子用的工具跟材料，咱们差不多在收购站都找齐了。要不要现在就回去？已经过正中午了，再不走天黑前就没法到家了。爹，别着急，咱们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没去。家里帮我还债，怀孕的媳妇大出血走了，爹娘累死了，妹妹夏洛许就直接生死未卜。买的房子被侄子赶出去睡桥底，结束了生命，重生回来，刚和大伯分完家，就和老爹去县城收废品，选购家用品，拉着驴车直奔下一个目标粮站。陈伟南如出一辙，再次拿着1包烟走到门口大爷旁边。大爷跟您打听一件事，粮站有康麦吗？粮站加工粮食，肯定有康麦。看在你小子懂事的份上，我可以帮你找个门路。一会儿进去后往左拐，去销售了王科长办公室，只要他点头，买个几百斤康还是没问题的。镇子上也有康麦，但价格最低也要2分5一斤，而且还经常断货，这里只要2分钱一斤。陈伟南脸上立刻闪出一抹激动笑容。找到销售科王科长办公室，得知陈伟南来意后，王科长第一反应就是拒绝，但当他看到陈伟南拿出来的牡丹香烟后，说话语气当时就发生变化。这位社员同志，虽然我们粮站几乎不卖康给个人，但我们也知道社员们的辛苦。为了表达我们粮站对社员同志们的支持，我决定买这500斤康，现在就给你开条子，你直接拿着条子去交钱，然后去仓库领康就行了。王科长今天自己没有违反任何纪律跟规定，仅仅写了个批条，就得到一盒价值自己半天工资的香烟，想想都觉得高兴。咱们家自己就有康，你还跑到县城买这么多康？这不是败家子吗？就算咱家有钱，也不能这么挥霍啊！更何况咱家还没钱。刚才我还觉得你该好了，怎么突然之间又开始败家了？老爹，你知道这些康多少钱一斤吗？不是2分5一斤吗？怎么可能？我又不傻。如果县城里的康也卖2分5一斤，我有力气没处使来县城买康。就算县城里的康便宜，也没必要买500斤回去啊。2分1斤，每一斤康比镇子上便宜5厘钱，100斤便宜5毛钱，500斤就是2块5毛钱，减掉买烟的8毛钱，我们也能省1块7毛钱。那也没必要买这么多啊。你没养过猪，这件事儿跟你说不明白，回家问问老娘，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康了。两人往供销社旁边的肉铺赶，现在是下午2点，肉铺肯定有肉，唯一区别就是大家都喜欢的肥肉已经没了。伟南，要不今天就不买了，明天我赶早去镇子上买，这里连块肥肉都没有，太划不来。陈建军很显然不想要桌子上的瘦肉。爹，有没有好肉？咱们买了才知道。大哥，给我切2斤肉。看到陈伟南递过来的钱票里面还有1包大前门，大叔愣了一下。你小子挺上道，大哥，我今天肯定给你切2块好肉回去。说完就从案板下面提出来1块足有5斤重的五花肉，光肥膘都有差不多2指厚，看得老爹陈建军直流口水。这些骨头多少钱一斤？大骨头不要票，卖别人都是3毛1斤，你小子这么懂事儿，我直接给你个内部价，2毛1斤，上面的碎肉我也不提了，一股脑全都卖给你，你要多少？几根猪大骨我全要了。大哥，您帮我称一下，总共有多少斤？15斤6两，我直接给你算15斤，总共3块钱。老爹，你是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知道案板下面有好肉？看陈建军一脸懵逼，
陈伟南也不废话，鼠有鼠道，蛇有蛇路。如果我是卖肉的，也会先藏一部分好肉卖给一些亲戚、关系户。像我这样懂事的人，看着面前侃侃而谈的陈伟南，陈建军一下震惊起来。这败家子会不会被人给调包了？深吸一口气，难道是？上集说到，陈伟南和老爹去收费站挑完家用品，再去粮站买糠。去供销社买的猪肉大骨头都是用烟打的。经历了一世的陈伟南很懂人情世故。陈建军看到车上装着的500斤糠，这才意识到自己儿子没有变，还是一如既往的败家。洛涵，你在家里看着2个妹妹，我顺着大路去找一下她们。娘，我跟老爹回来了。这么多东西，你们2个不会把钱都花光了吧？这次我们托伟南这小子的福，好多东西都是他用很低价格从废品收购站搞回来的。老爹一一介绍细节经过说出来，媳妇夏洛涵和老娘都看了陈伟南好几次，脸上全是诧异表情。一个想到陈伟南到底是不是他儿子，另外一个没想到被人称呼为二流子跟败家子的老公竟然在人为处事方面这么懒。洛涵，这是我专门给你挑选的礼物，你肯定喜欢。说完就拉着他走到桌子旁，赶紧放开，爹娘看着呢，丢不丢人？爹娘，我牵我媳妇儿不丢人吧？不仅不丢人，我还很高兴，巴不得你们天天牵在一起。夏洛涵一张脸变得更红了。媳妇儿，今天晚上我下厨，保证香掉你舌头。用猪油炒出来的辣椒碎肉非常好吃，隔老远都能闻到一股浓烈的肉香味。好吃，太好吃了！姐夫，肉肉好好吃哦，下次还要吃肉肉。好，下次吃更多。看着这一刻短暂的笑声和幸福的笑容，陈伟南暗暗发誓，今世不会再负他们。第二天，娘，你听我的，从明天开始，每天给任务猪吃2斤糠，再加一些南瓜进去，混着猪草一锅煮，每天喂3顿。多吃糠确实能让猪长得更快。虽然觉得这么喂猪太奢侈，倒还是很爽快回答。行，娘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喂咱们就怎么喂。因为陈伟南昨天的变化让他们看到希望，决定相信下他的做法和以后的决定。谁不想自己儿子变好呢？老爹，我记得就爷爷是石匠，你让他帮我打一个手摇石磨，大约50斤重的，我有大用。你要石磨干什么？大队部不是有个大石磨吗？你小子别刚变好一点又开始败家，磨东西直接去那里不就行了？还要花2-3块钱，这不是瞎浪费吗？花钱就花钱，这是咱家任务猪能不能长成一类猪的秘密，绝对不能外泄。就算5块钱一个石磨也划得来。顺便去舅爷爷家的后山帮我砍几根竹子回来，我想做点地笼。咱家后面就是漳河，里面有不少鱼虾。我在隔壁大队学了不少抓鱼虾本事，说不定还能抓点鱼虾上来给大家凑个菜。看着陈伟南不像和自己开玩笑的，最后还是点头。行，一会和你舅爷爷说下。夏洛涵看向陈伟南的目光再次发生变化，没想到自己老公还有这个本事。陈伟南也感受到媳妇儿看向自己的暧昧目光，凑到他耳边：媳妇儿，有没有觉得你男人很有本事？本事确实不少，但脸皮也很厚。练地笼需要时间，一会儿我先给你钓一条大鱼回来，保证让你心服口服。在陈伟南去钓鱼的过程中，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情。陈建军本来在大队叫了7-8个社员帮忙修房子，只来了4个帮忙的，就因为大伯和堂哥故意抹黑，说那老宅破败，修起来非常吃力。我也多过来帮忙，肯定累得第2天站不起来，影响接下来的抢收跟挣工分。120块钱到陈伟南手里，肯定1天就被败光了，还要养任务猪，更别说请帮忙的社员吃饭了。钓鱼刚回来的陈伟南看到大舅才知道事情的经过。没想到大伯跟堂哥连家里修房子都要耍阴招，简直就是把自己跟家人往死里逼。爹，为这种人生气不值当。各位叔叔伯伯，大家来帮我家修房子，我们肯定管饭，中午和晚上也管，一定让大家吃饱吃好。在忙碌一个下午后，到吃饭时间。大外甥，怎么一顿饭做这么多好吃的？你家今后不活了？几个菜看起来很多，其实也没花费太多钱票。一顿饭过后，临走前几个邻居纷纷表态，明天还会过来继续帮忙修房子。随后陈伟南脸色阴沉下来。大伯和堂哥好手段啊，这笔账我记下了，后面不要怪我心狠手辣，接下来好好收拾你们。重生回来分完家后的大伯和堂哥在背后抹黑造谣，导致很少有人来帮忙修建住宅。几十个社员正在为明天的抢收做最后准备。李家媳妇，不是叫你让你男人别给我2弟修建房子吗？就是不听，肯定饿着肚子干活了吧？浪费大量体力，肯定会影响到明天抢收。我可以告诉你，我男人不仅吃了，而且还吃得特别好，1大盆铁锅炖鱼，1大盆辣椒炒猪肉，1大盆清炒白菜包谷面饼子管饱。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知道你们家跟建军他们关系好，想帮他们说说话，但也不能张口胡说，把没有的事说成有。我记得你好像是陈建军亲兄弟，弟弟家里修房子，你这个当哥哥的不仅不过去帮忙，反而在背后落井下石造自己弟弟的谣。你这人品好像也不咋地，不止我家那一个人去给建军帮忙，大家伙儿要是不信，可以去问问其他人。老二，听说你在修房子，大哥来给你帮忙了。大伯有些讨人厌的声音突然在老宅门口响起。
陈伟南出门就看到大伯、大伯母、堂哥、堂嫂，还有家里2个小孩，呼啦啦一大片站在院子门口，这哪是来帮忙的，分明就是组团来蹭饭。毕竟都是亲兄弟，就算分了家，血缘关系也还没有。大伯说的对，正好我有件事儿需要你们帮忙。只要你中午管饭，有啥困难尽管说，堂哥一定帮你办了。为了招待好2个舅舅跟李叔他们，我把家里的谷子卖了，从镇子上换回来2斤猪肉，马上就要抢收了。不吃饱肚子，哪来的力气挣工分？我现在就去大伯家搬100斤谷子回来，你顺便跟奶奶说一声，不然让她误会我抢粮食就糟了。伟南，不是大伯不想帮你，实在是家里也没粮食了。真要是把粮食给你了，我家抢收的时候就要饿肚子，要不还是算了。大伯，你不愿意吗？刚才可是你亲口说的，亲兄弟分了家，血缘关系也还没断，应该互相帮忙。还是你不想帮我们家？过来就是为了蹭饭的。伟南，我突然想起一件事要去做，今天没法给你们帮忙了。中午这顿饭也不吃了，还愣在这里干什么？赶紧跟我回家，丢人现眼的东西。不是说中午吃炖鱼吃肉吗？吃，一天到晚就会吃，继续在这儿待下去，咱家的100斤谷子都没了，赶紧回家。那个混小子刚才是借粮的，分明就是要，而且还是那种不还的。陈伟南不仅是个败家子，还是咱们大队有名的二流子，没啥事他不敢做。儿子，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家，啥东西都没给你们留下，要不是你在奶奶跟大伯家耍横，说不定我们连眼前这个家都没有，还在奶奶那里继续被大伯一家算计。我现在就把这个家交给你，能不能管好这个家，让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爹娘，既然你们相信我这个败家子，那我肯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后面陈伟南把全部家当交给了媳妇，不久后房子家具各种需要补修的全部弄好。伟南，我知道你想让爹娘跟妹妹他们过上好日子，但家里好像快没钱了。减掉修房屋买砖、买房梁花掉的钱，我手里就剩16块钱了。马上就要入冬了，咱家不能只有门窗，没有床铺跟被子。钱的问题我来解决，我决定先报名挑谷子，任务猪的猪粪还能换工分，只要娘跟媳妇儿按我说的办法喂猪，年前任务猪肯定能养到150斤。第2天抢收就开始了，陈伟南身强力壮，挑到谷最快的一个。建军老哥，你们抢口子有福了。伟南这小子一天挣了20多公分。回到家后，陈伟南也编好了鱼笼。媳妇，我今晚去试一下，用中午鲨鱼剩下的内脏当鱼饵。到了每次钓鱼的地方后，陈伟南并没有停下来，继续往靠近山里的河段走，不敢让别人知道用鱼笼抓鱼这事。虽然不是拿去卖，但也没必要引起麻烦。第2天刚蒙蒙亮，陈伟南打算趁村子里还没人，偷偷摸摸去河边看一下鱼笼收获。你是不是要去看鱼笼？我跟你一起去，那里太靠近大山了。河边也危险，2个人一起还能照应下。行，那我们就一起去。里面有鱼，快把鱼笼提起来。进了我的鱼笼，那些鱼虾就别想跑，咱们慢慢来，不着急。带着装满鱼货的水桶，跟媳妇回去的路上，媳妇，抢收完后我要开始挣钱了，我有个挣钱更快的法子。上级大伯蹭饭不成，抢收陈伟南的工分最高，和媳妇提起赚钱的法子。媳妇儿跟老妈留在家里做饭、喂猪、打猪草。老爹陈建军去上工，陈伟南去大队借驴车，拿着装备直奔后山砍树烧炭县里的物资局，收购炭3分1斤。这就是陈伟南想出的一个办法。尽管陈伟南力气非常大，2小时后仍然被累得气喘吁吁，手臂发麻。烧炭还真不是人干的事儿，真他娘的累人啊！怪不得1斤木炭3分钱也没人去挣，这简直就不是人干的活。光靠斧头跟砍刀，一天最多搞回去500斤木材。按烧1窖木炭需要2天时间来计算，5天就能出2窖木炭，大约200多斤重，可以换回来最少6块钱，甚至7块钱都有可能。不久后，木炭终于烧出来了。这是木炭，我在公社见过。公社领导烧的木炭都没这个好。伟南，你竟然真会烧木炭！这些木炭必须拿出来彻底晾凉才装袋，捆在一起。剩下10多斤木炭，因为各种原因成了碎渣，只能留着冬天自家烤火用。就是烧木炭是个季节性的活，还非常累人，不然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适合陈伟南的工作。接下来的日子里，老爹该上工继续上工，陈伟南每隔几天就去后山砍一次柴。确定儿子陈伟南真有烧炭手艺后，老爹陈建军第一次在花钱方面不再小气，斥巨资帮陈伟南买回来一把锯子。而有了锯子的加入，陈伟南一天的砍柴量直接从400-500斤增加到800-900斤。就这样，大半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藏在家里的木炭也超过1000斤。爹，我打算明天赶早挑100斤木炭去物资局试试水。媳妇儿，反正家里现在没啥事儿，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好。
那我们明天一起进城，记得带1块钱，到时候有大用。老套路不用猜，肯定又去买烟打发了。第二天，陈伟南照例先去买了2包大前门。小伙子，你是来卖木炭的吗？怎么这么晚？别人都卖完回家了。那大爷，物资局现在还收木炭吗？当然收，从入冬到过年，只要有人送木炭过来，我们物资局都收。我是第一次来物资局卖木炭，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啥门道。您能不能跟我说说，不然到时候吃亏了自己都不知道。小伙子，你问我算是问对了。咱们物资局收购木炭跟你们公社收购任务猪一样，都是平等级的。一般的木炭被评为3级，收购价最低，每斤3分钱。稍微好一点的木炭可以评为2级，收购价多5厘。最好的木炭评1级，1斤的收购价是4分钱。我看你带来的木炭都是经过挑选的，半米1根，没有碎渣。一会儿跟评级的同志多说2句好话，评个1级肯定没问题。谢谢大爷指点，不然我一会儿肯定会吃大亏。这是夏洛涵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自己男人跟城里人打交道，跟自己在家里看到的陈伟南完全就是2个人。走进门后，根据看门大爷介绍，陈伟南一眼就看出他是给自己定级的那个年轻人。这么年轻一个人能在物资局混到这么重要位置，背景肯定非常雄厚。同志你好，我是来卖木炭的，麻烦你帮我定个级。哟哈，你竟然把木炭挑了一遍，里面一点碎的都没有。不错，今天收了这么多木炭，总算碰到一个质量好一点的。领导，今年家里能不能过个好年就看您了，希望领导能多帮我看看这些木炭，不仅被我挑过，还都是半米长1根，手臂粗细，规格也非常整齐，外面肯定找不到我这么好的木炭。对这帮有后台的2代来说，他们不缺钱，不缺吃的，唯一看重的就是面子，还送了他1包大前门，无疑给足了他面子。你小子不错，今后再来卖炭，直接过来找我，进去称重领钱吧。你怎么会这么多？怎么做到的？一个是咱家的炭本来就好，一个是人情世故。先不说了，媳妇，我带你去个地方。